我是简子，我是山东临沂，今年36岁，88年的。我是一个女同性恋，有伴侣，然后有一个小孩，一个女儿，全家都帮忙在带。女儿现在7个月。我是来自一个小县城嘛，人家俗话说18线小县城。就是临沂市下面一个普通的县城，沂蒙山区给别人的印象就是那种很闭塞的，所以就是这方面的信息，甚至性教育等等这方面都是比较缺乏的，所以再加上我是一个比较晚熟的那种小孩，26岁的时候才比较明确的定位自己是同性恋，它不是一个就是说突然就我是同性恋发现了，而是它是一个慢慢渐进的过程，一开始可能有一点怀疑。然后怀疑越来越多，最后可能有一天接触到一个什么故事，一个什么信息，就觉得我是这样的，然后你就确定了。在贴吧看到一些同性恋在讨论他们自我认同或者出柜行婚之类的这些故事，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是有一些感觉的嘛，只是没有确定，但是你肯定对自己不可能一无所知，时不时的去找这类的话题，但可能不会说打破砂锅问到底，之前就是没有问到底过。5·1期间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结婚，然后呢，我们几个好朋友就有一个好朋友对我说，都到了这个婚育的年龄，然后找对象，他说你一定要找一个，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敢爱敢恨的人，希望你能找到自己这个真正喜欢的人。所以我就觉得我是得关注一下这个问题，我以前不敏感，然后我就去搜各种各样的同性恋，只是我搜的一个方向，然后但是我发现这个方向我搜对了。那天我发现哇，世界就是一下这个窗帘拉开了一样，然后就发现原来2个女生可以在一起，然后还有人过得挺好的。虽然我对我的性取向的认知变化了，是吧？但是我这个关于生育方面的想法我没有变过，我一直是默认我会有孩子的。然后有的人觉得我有孩子可能是不太好想象的，但是我不太能想象，就是我没有孩子。当时是跟妈妈还有爸爸商量过了，爸爸妈妈当然他是希望我有一个孩子的，他们也喜欢孩子。生育这个问题，在我们家比较默认嘛，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困难。就是我们好像一开始聊的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要孩子。我感觉我家庭比较有爱，其实我妈妈对我的认知比我还要早一些。周围人评价她是一个比较体贴、比较和蔼、比较善解人意、知心姐姐、知心妈妈那种非常体贴的人。而且她非常开明，也喜欢接受新事物，可以说就是比较有悟性吧。她会跟我爸爸说，感觉我们的女儿和别人的女儿有点不一样。可能是我在情感这方面没有什么进展，对吧？或者在对男女这种吸引力上让他感觉到有一些不一样。他问我爸爸说，我感觉我们的女儿像同性恋。我们家底是比较开明的，然后我从小有什么事情都会第一时间先跟我妈妈分享，当然我也有一点憋不住话爱聊天的那种。新交了一个朋友，然后今天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跟朋友怎么样了，我都会非常详细仔细的告诉我妈妈。再有当时我不是很了解出柜，我就是认为我有一个事情我想跟我妈说，不是像有的人我憋了很久，然后我非常难受了，我实在撑不住了我才告诉，或者我预谋了很久，我觉得我妈能感受好一点我才告诉她，我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就是作为一个正常的沟通，可能稍微要重大一点，但是没有那么严重，就是去告诉我妈妈了。我说我发现我好像不喜欢男的，然后我妈呢说那你喜欢女的。其实我没想到她第一下就能这样想，然后我就解释了一下，然后我妈说一句话，她说我印象深刻，她说那还是真的。我说什么是真的？然后她意思就是说她早就发现了，她有怀疑，所以她会说那还是真的。我爸爸是我妈妈跟他沟通的，我爸爸那时候还不十分了解，然后他有一天可能听说这个行婚，就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他认为可以做一个演示什么的，还可以互相帮助。当时他是这么想的，然后他就在吃饭的时候说，我们是不是行婚一下？我觉得这方式很好。然后我妈妈说，我们不要去做这种虚假的演示，也不是说为了那几万块钱那个礼金的回收，把这个孩子放在阳光下才是最好的保护。当时就是你听了这句话之后，
心里面是很感动的。就是我知道我妈妈接受我，但是我没想到她这个觉悟、这个认知，这么的好，这是很感动的。我就知道她自己，私下里还是做了很多的了解。我爸爸，他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山东的这种，60年代的那种男性。表露出来，他也就是喜欢儿子呀，或者是我想小孩之后他想生孙子呀这种想法。我们这种试管的话，是可以选择要男孩或者女孩嘛。我一直是表明我想要女孩的，然后他可能会说一说我之类的。但是有一天他转变了，他说咱要女孩吧。哎，我说你怎么突然这么好？你怎么转变了呀？我感觉你是很传统的。然后我爸就说他看了一个儿子打母亲的这种新闻，然后然后可能又给他推送了一些相关的，他就是觉得比较紧张。他说如果我生了一个对我比较好的儿子，又能保护我，他以前是这种想法。但是后来呢，说万一要是这个儿子他没有那么好呢，我们得预防这个最坏的这种打算，对吧？那你生一个女儿，我也是接受的。我就发现了原来他不是说光从他那种传统思想考虑我一定要儿子要孙子这种，原来他是为我考虑的，他是希望有人保护我。我当时刚回来的时候，在这个贴吧里，可能这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渠道，在那里面发了一个帖子，然后讲一些我的什么事情，然后就他一个朋友看到了，觉得说，哎，他觉得这个人可能说不定跟你合适哦，他已经就是单身一段时间了，然后他就来就是跟我聊天，然后后来我们就见面，然后聊一聊，在一起相处一段时间，觉得合适，反正慢慢就我就会告知这方面的事情，就是你想和我在一起可以，但是我的这个生育方面的情况是这样，你是不是能接受？对，我们会开诚布公的谈所有的问题，包括小孩，免得以后再出现争议。什么就是你要出柜，我要行婚，我要甚至要结婚，然后你要小孩我不要小孩，过了好几年之后又撕扯起来了，这样就不好了吗？他也是非常喜欢小孩的，他也不介意说，这个小孩的血缘怎么样，就是一起抚养，都作为我们这一个家庭的小孩，对我们组成一个共同的家庭。其实也很普通，生孩子的过程就跟其他家庭一样，因为医生当时就可能就是要问你一些保胎的历史啊，还有你这种生育的经历，然后我就不得不说，我这个是女同性恋，我没有这种和男性的性生活之类的，你要告诉他呀，他要考虑你这个是不一样的，你必须要和医生说实话。医生其实也比较开明，他会问我，那你怎么这个要的小孩？然后我就如实的告诉他，在手术的时候，因为他剖腹产它是不是全麻的，它是半麻的，然后医生就会问你在哪里要的，怎么样，我就感觉医生和护士他们这种医务人员的态度都是非常友好的，挺了解，他们可能也不是第一次遇到。有了一个小孩子之后，都对这个父母了解了更多父母养育我们过程中一些同样这种小孩会出现的问题。我发现我妈妈以前是这样处理的，你就把这个事情了解得非常生动，更加了解父母对你这种爱和关心吧。他会给我唱过的儿歌，把小孩放在头上呀，或者给他做这种什么豆豆飞呀，然后把小孩放在腿上这样把他晃来晃去啊，这种你就会发现，我妈说就是他以前为了养育我做过很多的这种功课，然后买过很多的书来看，或者给我买过胎教音乐啊什么等等的，你就会发现他以前就是做过很多事的这种细节。可能在我没有孩子之前，我妈妈去讲我怎么会走路的，我怎么会爬的，我就没有那么这种真切的感受。这个是我和我对象有时候会聊到，他也会聊他的父母怎么样，他觉得现在原来父母他是这种感觉。是这样，有的人可能比较喜欢比较自我一些，喜欢就是有一种说法叫他喜欢周游世界，我喜欢柴米油盐嘛。我和我伴侣都是我们喜欢偏柴米油盐的那一种，比较喜欢家庭生活，回到家里有这么一个根据地，一个稳定的地方。现在很多人不想要小孩，因为觉得照顾小孩是比较累的，比较繁琐的，甚至非常伤害身心健康的。其实小孩他确实是累，但是他给你带来一个小孩他总是就是感觉他非常非常开心的，或者是非常单纯的，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非常轻松愉快，
啊，你能在小孩眼中看到就是他非常爱你啊，非常开心的那种感觉，不是说你养育小孩你给他的非常多，他其实在精神上给你更多的能量，他不会说话，但是他给你非常多的爱，我们这个家就感觉更完美了，甚至是可以说更完整了。创造一个新生命嘛，首先你很多事情肯定要把他放在第一位，去考虑他的感受、他的处境。所以你要不要在小区出柜，肯定会影响到小孩。现在跟父母住在一起带小孩，不在这个老的小区出柜呢，就是因为这个小区吧，人员相对更杂一些，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这是我们讨论认为的这个不要在这个小区出柜的原因。然后以后也不打算在这个小区就是上幼儿园之类的，可能上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就自己出来住或者更早，所以我们打算在自己那个小区去出柜。因为你看小孩他不会说话的时候还好，会说话了之后呢，我们家本来也不习惯去做一些掩饰，我们一向的原则就是，如果不想出柜的时候呢，可以既不说实话，肯定也不说假话，可能就笑一笑，或者就说啊，说阿姨夸你漂亮啊，叔叔夸你漂亮，因为他们说是混血，可能是有时觉得小孩眼睛大或者皮肤白，我们就是这样接话，就是属于我也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这一种。但是想出柜的时候就会告诉别人，委婉或者直接的方式都可以，但是会说实话。我们小区是比较新的小区，好多都是年轻人，都是刚结婚刚有小孩的，他们会接受度强一些，而且我对象属于那种稍微男性化一点的装扮，我们俩往那一站，然后再推着一个混血儿，他们自己可能就会猜，你不如直接坦然的告诉别人。既然我妈妈就是愿意为我站出来，替我解决一些出柜的困难，那么我作为一个更年轻的一代，更应该去保护好我的孩子。我也愿意为他做，像我妈妈为我一样做很多事情，把困难解决在他遇到这些困扰之前，给他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本地的伙伴也问过我这个问题，那你们跟邻居出柜吗？问的话你们怎么说？其实有很多方面也参考了其他伙伴的做法，大家就是说也会互相保护吧，分享经验是其中之一。然后如果说真的有什么问题，可能就会出主意。因为我们也有一些小聚会，大家都有这种意愿，就是怕孩子因为这类问题遇到霸凌呀，或者是产生什么心理的问题。我一向的观点就是觉得不应该成为一个孤岛，同志应该有一些社群里的朋友。很多人就是觉得我可以做好我自己平时的事情，像那些职人一样，管好我的家庭，做好我的工作，那么我一切没有问题，我不需要专门去和这个社群接触我也不了解他们，也没有兴趣。但是我觉得不得不承认，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环境里，我们的很多权利是缺乏的，是不充分的。可能一段时间之内你不需要社群的支持，但是总体来说，不管你要不要孩子，你这一生里面最终还是会遇到生育、养老，或者再早一点，可能出柜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些大众不同的问题的时候，你需要了解更多的案例，而不是每一个问题都要自己亲身去实验，这样你会进步的更快，了解的更多，避免用自己的时间和这种自己去吃亏去换取一些经验，和社群联络起来。